欢迎来到 DM， 我是 Joseph。在前面几期视频的更新之后，我收到很多小伙伴的私信，来咨询我是不是可以写这么一个剧本，写那样一个剧本，拍这么一个短片。然后在跟一些人的沟通之后，我发现其实很多人连一些基本的创作工具都还不清楚怎样去使用的情况下，贸然的去进行一个剧本的写作或者短片的创作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走很大的一个弯路。Oh God, please no, no! 那么我觉得我有必要来录今天这期视频，就是我把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经常会用到而且非常好用的一些创作的工具、一些软件给分享给大家。其中有一些包括剧本写作的、镜头设计的，包括颜色设计的，我觉得一定能帮助到大家。而且这些大部分都是我自己亲自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要么是免费的，要么就是费用非常低的。那么今天这一期是没有任何的赞助商，没有任何广告的，全程无广。我会把自己的工程文件打开来，给你现场的去观看这些工具软件到底是如何使用，如何去提高你的这么一个创作的一个效率。如果你也想去专业化去进行一个内容创作的话，请你一定要认真的观看和学习今天我所分享的几个视频创作的工具。特别说明一下，今天我分享的基本上都不是 AI 类的工具啊，都是你必须实打实自己去写、自己去画的一个工具。如果说大家对这一类的工具分享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会考虑再出一期如何用 AI 来辅助你去进行创作的这么一个教程。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Nice。 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写作软件。那么你都是用什么软件来写剧本的呢？可以把你的软件发弹幕到公屏上，让我来看看都是用哪些软件。是不是有 WPS？ 是不是有 Office Word？ 什么？还有手机备忘录吗？我相信很多创作者，其中不乏一些独立影片创作者，都还是在用普通的办公软件来写剧本。这里的话，我是非常不推荐的，因为剧本的结构和模式有其特殊性。固定的剧本格式是给剧组所有工作人员的说明书，在电影工业里，标准格式剧本的一页纸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成片的1分钟。这种精准的预判是导演和制片去估算影片时长和预算的底气。你用 Office 办公软件写的可以是灵感，可以是大纲，但绝对不能是完整剧本。那么另外就是剧本的格式极其变态，场景、对白、动作都有固定的格式和写法。如果你用 Word， 那你80%的精力都在那边敲空格、调格式。相信我，这种格式崩溃的瞬间会毁掉你所有的灵感。那我就推荐我写作会用的工具，就是 Writer Solo。相比于好莱坞通用的专业写作软件 Final Draft，Writer Solo 最推荐的原因就是它免费，还有极致的轻量化。下载它的 APP 或者打开网页，在线就可以直接开始写作了，非常的方便，还支持云同步和离线写作。另外一点就是非常智能化的自动工业化标准写作。当你新建一个剧本之后，只需要按一下 Tab 键，它就会自动帮你锁定工业的格式标准。这种软件最大的价值就是帮你省掉那80%毫无意义的机械排版式的场景格式，台词和动作提示都会自动的按照标准的剧本格式来排版。你只需要专注于内容创作就好，不需要再去管什么字号啊、间距这一些。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推荐。那么写完剧本之后，下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看景软件，就是 Cartridge。Cartridge 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数据库里涵盖了全球主流摄影机的传感器尺寸和镜头焦段。我会把它下载到手机里面，然后到现场就只需要用我的手机打开 Cartridge， 预设好我的机型，比如说 FX3 或者是 Alexa Mini。当你举起手机的那一瞬间，你看到的画面透视就是最终成片效果的透视。通过它的模拟取景功能，你可以更加精准的确定在这个场景是用35毫米还是用50毫米的焦段，效果会更好。那这种确定性是导演在片场建立话语权的核心。你不需要在那指挥摄影师把镜头换来换去，因为在开拍前你就已经通过 Cartridge 拿到了最终的视觉草图。那除了空间，导演还得去管理时间。那么这里我就给大家分享导演去控制时间的法宝，即太阳测量师。那拍外景最怕的就是光线不对，尤其是我们常说的黄金时间转瞬即逝。那太阳测量师的 AR 模式可以让你直接在手机屏幕上看到太阳在一天中任何时刻的运行轨迹。我会用它算出下午某个时刻光线会从哪个窗户斜射进来。导演的专业感就体现在这种细节里，你不是去等天吃饭，而是在计算时间。你可以为了那最完美的15分钟天光而提前让剧组整装待命，这就是职业化、专业化拍摄的掌控力。那么紧接着就来聊大家非常关心的色彩设计。其实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影片的色调是后期调出来的，
是不是？像我们网上看到一些 LUT， 这个 LUT 那个 LUT 一套进去，就还原了某些电影的色调。但这些其实是非常不专业的。其实很多时候，电影的色调和视觉风格都是在前期就由导演和美术进行过仔细的风格设计的。那么这里呢，我就推荐你去使用 Colors， 也可以是类似 Colors 或者像 Adobe Color 这样的工具。通过 Colors， 你可以把参考图或者场景照片丢进去，分析它的色彩搭配推荐。通过这个工具，我可以提前锁定整部片子的色域。我通常会把这些色卡直接发给美术指导，这样一来保证所有的视觉元素在开机前就已经达成了共识。那高级感从来不是靠感觉，而是靠对色彩关系的严密设计。当你能用色值去和美术团队沟通时，你就完成了从感觉派到实战派的跨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一块，就是机位图和镜头设计。那这里呢，我就强烈推荐 Shot Designer 这个工具。虽然它在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但是你想长期使用，还是需要开发 Pro 版，但性价比极高，这也是比较推荐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也不是广告，因为这是在我职业生涯早期就开始购买软件，我在上面也完成了多部广告和短片的分镜创作，而且一直用到现在，觉得非常的有用。很多导演都觉得画分镜是份苦差事，但是用 Shot Designer 你根本不需要会画画，你只需要像在战术板上排兵布阵一样，拖入人物、摄影机和场景道具等。它最厉害的功能在于，当你画完这张 2D 机位图，点击一个输出按钮，它就可以直接根据摄像机的视角自动生成对应的分镜表。这也意味着你画一张机位图的时间，就同时完成了机位图和分镜表两项重要的工作，非常的节省时间。如果你觉得 2D 还不满足，甚至追求极致的预演，那我会推荐你尝试一下 Previs Pro。虽然它的订阅费会更贵，但是它能让你在 iPad 上用 3D 的方式把整部片子先拍一遍。你可以随意更换虚拟镜头、人物、机位，调整 3D 模型的动作，在电脑里的犯错成本是0，但在现场犯错每1秒钟都是在烧钱。Previs Pro 的意义就是在帮你杀掉所有不确定性，是好莱坞工业化预演的极致表现。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一个就是对你的硬件要求比较高，你得有一块比较高配的平板；第二就是它订阅费很贵，贵到我已经不再用了。尤其是在我的思考中，前期设计规划太精确的话，会对剧组有比较强的禁锢。我更喜欢去拥抱现场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创作者来说，Shot Designer这种工具已经够用了，完全能够做到把原本碎片化的调度逻辑变成一份全剧组都能看懂的作战地图。最后想强调一点，就是工具永远只是帮助你的一种方式，你的导演思维才是创作引擎。我之所以坚持用这些专业软件，是因为我尊重每一场戏、每一帧画面的产生逻辑。我分享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显得看起来很忙很专业，而是为了让你从业余的忙乱中解脱出来，真正的去解放你的思想，让你专注于核心的创作，并能够把你的设计、你的思想顺利的传达给剧组的每一位成员。因为你想拍出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的是全剧组人的共同努力，这是一个合作的结果。而这些统一的标准和专业的工具，就是能够帮助你的利器。好，那么今天的工具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你能看到这里，说明也确实是我的铁粉了。那么在这里我再给你一个最后的 dessert， 就是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关于创作的一个看法。其实这2天我也接受了很多私信，就是问我什么样的作品是一个好作品，或者说如何去拍摄出一个好作品呢？那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就在这里同意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执着去拍一部好的影片或者说好的作品。如果一开始我们就一定要说我拍的这部影片就要进戛纳，就要进威尼斯，或者说要达到豆瓣多少分，或者说要拍得多好，会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会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包袱。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去找到你去创作的那个热情。我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我一开始我的灵感，我的 idea 是怎么来的？我的创作灵感的源泉到底是在哪里？很多时候，观众并不是不能接受看烂片，他们是不能接受看无聊的、没有意思的烂片。如果说一部烂片能够让你看得津津有味的话，很有意思的话，说白了，这就不是一部烂片。我绕了这半圈，我就想说，其实一开始不要给自己这么大一个心理包袱，说我一定要拍一部非常杰出的作品，只是想办法去拍一部有意思的作品，就已经足够了。